院里只有一袋熊猫血，你的3个姐姐快疯了，他们大喊：“这袋血给楚明，我们选楚明，楚河你一定能自己熬过去。”可是楚明只是擦伤了一点皮，上一世你本是首富家的小少爷，可却在生日当天自焚在自己的别墅中。你的3个姐姐拼了命的冲进大火，为了去救那个没睡醒的假少爷，可他们全然忘了被他们以惩罚为由锁在保姆间的你，那种被火焰吞没，头发一点一点被烧光，身上的每一寸皮肤被灼烧的剧烈痛楚，你这辈子都不会忘却。或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才给了你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但这一次你是真的累了。这些让你期盼已久的亲情，最后带给你的却只有无尽的痛楚。可是为什么这次他们却后悔了呢？门外如同上一世一样传来了重重的敲门声。楚河啊，你长脾气了是吧？快点给我开门！早知道你是这种没有教养的孩子，就不该把你带回楚家。这次作为二姐的楚田话还没说完，有些破旧的房门便被打开。楚田刚想开口，却只见你举起手中断掉一只手臂的木偶，重重的砸向地面。对不起，是我不该与楚明争。前世的你之所以生气，甚至不惜与楚明大吵一架，是因为这个木偶正是二姐在你刚进楚家时送给你的。你一直将这个木偶视若珍宝，甚至将它摆放在自己那张小床的床头。而楚明明明知道这些，却偏偏要和你抢，还失手将木偶摔断了一根胳膊。那一刻，楚明眼角的笑仿佛在警告你，不要妄想一些不该得到的东西。不过现在你确实不在乎了。此时楼下的几人也听到了动静，纷纷上楼查看。当楚父看到地板上4分5裂的木偶，眉头都忍不住微微皱起。而作为假少爷的楚明瞬间变红了眼眶。对不起，楚河哥哥，是我不好，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但不要对着姐姐发脾气。姐姐也是为了你好才上楼叫你吃饭的。要是放在之前，你听到这些一定会被气得半死。但现在你不在乎后，却发现是那么的好笑。你一个男人动不动就哭，不觉得恶心吗？你毫不在意的靠在低矮的门框边，就这么无所谓的看着楚明表演。楚明有些懵，他没想到你会这么说。还有叫我下楼吃饭，你们有一次等过我吗？真是太可笑了。只要开饭就绝对没有人通知你，无论你迟到还是早到，都会被陈父一顿臭骂。迟到就是他不知道餐桌礼仪，早到就是他贪吃，还真是双标到了极点。楚河，我看你越来越没大没小了，你弟弟也是为了你好。这时楚母刘如站了出来，有些心疼的看着自己的小儿子楚明，真不知道，明明楚河才是他亲生的，为什么和楚明差的那么多，完全没有一点让他省心的感觉。而你对于这种明晃晃的偏心早已司空见惯，只是无奈的摆了摆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说罢便直接关上房门，将众人关在门外。这时楚晴再也忍不住了，声音都带着怒气说道：“造反了是吧？那今天就别吃饭了。”说罢便带着几人下楼，只留下作为二姐的楚田愣在原地。而楚明还想拉着楚田一起下去，却被楚母刘如一把带走。楚田此时愣愣地看着地上的木偶碎片，这时他才想起来，这是他之前亲手送给你的，你之前可是将它视为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今天会直接将它砸碎？他只觉得你似乎变了什么，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明明之前只要他一生气，便会像个小猫一样乖乖向着他道歉，你也不在乎门外面发生了什么，直接躺在床上倒头就睡。你实在太累了。第二天一早，你便起身，简单洗漱后便出门而去，反正也没人会在意他的存在，还不如早点走，别给这一家人碍眼。相信没有他的存在，这一家人应该会更高兴吧。但他没想到会在大厅碰到正在喝咖啡的大姐楚黄。楚黄身穿一身正装，紧绷的 OL 将她凹凸有致的身躯衬托得淋漓尽致，活脱脱一个商业女强人。而楚黄也确实如此，大学刚毕业便进入楚家的公司工作，在他的手里，楚家的公司更是蒸蒸日上，接了好几个国际大单子，让楚家的公司隐隐有了问鼎海市的迹象。这也让楚黄成为整个海市炙手可热的人物。你本不想搭理这个大姐，刚想推开房门，身后便传来清冷的女声：“你要去哪里？”清冷的声线带着些许威严，说是询问，更像是质问。去学校。说罢，你便直接走出楚家别墅，没给楚黄一点反应的机会。楚黄皱了皱柳眉，他不明白他这个弟弟楚河是怎么了。之前见到他都会贴上来跟他甜甜的打招呼，虽然他从来不理会旧事，毕竟之前你偷过他的首饰，这在他看来，你之所以回来，就是看上楚家的财产。可今天是怎么回事？其实作为楚家人，都有一个专属司机负责接送，但你没有，他从来都是走路或者搭公交上学。之前的你从来没有要求过这些，他不想让这个家认为他贪图享受，可到头来依旧没有改变这些人的看法。走在路上的你，感受着久违的微风，这让他切实的体会到，他真的还活着。原来不在意就不会受伤，伤他最深的人，从来都是他最在意的人。他拼命渴望的亲情，在他们眼里或许就是个笑话吧。从今以后，他不会再渴求这些了。来到学校，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打开属于自己的课本。今年的你将面临高考，前世他将心思全部扑在那些所谓的家人身上，浪费了他大好的天赋，这也让他原本名列前茅的成绩一落千丈。这一次，他要好好学习，尽早将之前落下的补回来。此时的楚家，楚晴一言不发地盯着餐桌，宛如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楚河人呢？是不是还没起？这都什么时候了？难道要我们一起等他一个人吗？楚明也在一旁轻声说道：“楚河哥哥可能还在生楚田姐姐的气，我上去给楚河哥哥道个歉吧。”说着，楚明便要起身，却被楚田拽了下来。他还生气？他有什么资格生气？不就是一个破木偶吗？大不了等我回来再给他买一个。楚田还要说些什么？原本一言不发的大姐楚黄出声，他已经走了。此话一出，餐桌上顿时安静了一瞬。过了一小会，楚父楚晴才开口说话：“走了？这么早他去哪里？”刘管家这时站在一旁，头发有些花白的刘管家连忙出现在楚晴面前：“怎么了，老爷？负责接送楚河的司机是谁？”“老爷，楚河少爷一直都是自己走的。”其实刘管家也有些不太明白，明明你也是楚家人才对，自己走？楚晴猛地一拍桌子：“谁让他自己走的？还是说他觉得我们楚家连一个司机都请不起？”“老爷，是您说小少爷刚回来，不能太高调。”刘管家有些小声地说道。此话一出，楚晴也沉默了下来。他是想着你刚刚从外面接回来，身上肯定还带着不好的习惯，先不要对外面声张，以免你做出什么事情让楚家失了颜面，就暂时没给你配人接送。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1年过去了。楚晴揉了揉紧绷的眉心说道：“派一个人接送楚河，他自己也不知道说，天天自己走像什么样子？明明是他自己的过失，还要将原因推给你。”“是老爷。”刘管家自然是答应下来，转身去物色合适的人选。而楚母刘如也是一脸埋怨地看着楚晴，似乎在埋怨他为什么不早点发现。他也没想到这1年以来你都是自己一个人走路上学，但这并不代表刘如对你有多好，他只是对作为一个母亲如此失职感到羞愧罢了。果然
当晚上放学时，一辆豪车便停在你的面前。少爷，请上车。一个身穿西装的小伙子连忙下车为你打开车门，而后座上坐着的赫然是楚田。你有些懵，这是怎么回事？见你不为所动，楚田微微皱眉，直接上手把你拽了进去。而作为司机的小张也有些尴尬的咳嗽2声，让后座的2人注意安全，便启动车辆。怎么还要等着我给你道歉？楚田面露不悦地看着身旁的弟弟，但你却是全然不理会。他也搞不明白这个二姐在搞什么。要是放在以前，楚田能来接他，他一定会十分激动。可现在你早就不在意了。见你不为所动，楚田的心里更是恼火，一把便抓住你的手腕。可不抓不知道，一抓他才发现你的手腕简直纤细的可怕，一只手便能握过来。他到现在才看清楚，你的身形是如此的消瘦单薄，也是。你之前便是孤儿，身为孤儿，饥一顿饱一顿那是常有的事，能活下来已经是极为不易。来到楚家的你，也因为众人的无视，经常赶不上饭点，有时候赶上了，吃到一半便会被各种理由训斥，你自然也吃不下去。楚家作为名门，有着严格的规矩，一旦过了饭点，便不允许再吃东西。至于那些点心零食，在一次训斥中，你便再也没碰过。他不想让他的家人讨厌他，所以他一直很听话。要不是一直住在他旁边房间的保姆会偷偷给他留一点食物，你甚至会比现在更加消瘦。你一直这么瘦吗？你把手抽了回来，淡淡的说道：“我要感谢你们楚家，给我一个地方住，能有个保姆房住，总比流浪强。”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你们楚家？刚刚有些愧疚的心情瞬间被怒火占领。难道你就不是楚家人了吗？要不是他偷东西，故意把楚明推倒，还与外面不三不四的人勾搭，他们会这么讨厌他吗？你真的是无语。转头便看向窗外，不再理会楚田，一路无话回到楚家别墅，看着桌子上的食物，你只感觉饿得发昏。他从醒来到现在，已经1天1夜没有吃过东西了，你还知道回来？楚晴猛地一拍桌子，随即恶狠狠地看着面前的你。要是放在以前，你一定会低下头，瑟瑟发抖地等待楚晴责骂，然后连饭都吃不成，便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保姆房反省。但这一次，你却是直接坐下，接着掏出一份协议丢在楚晴面前。当楚晴看清楚上面的内容后，顿时宛如火山爆发，起身便一脚将你踹倒在地。你要造反吗？看着面前气势汹汹的楚晴，你趴在地上好半天才缓过来，嘴角甚至溢出一丝鲜血。此时楚母、刘如，包括楚田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唯有楚明坐在椅子上，内心暗自窃喜。这该死的楚河，早就说过，这里的一切都会属于我，就算你是亲生的又怎么样？当刘如反应过来时，慌忙的上去抱住你。楚晴，你干什么？此时的你已经昏了过去，意识的最后，你甚至感受到一丝生命流逝的感觉，或许就这么死去也不错。而楚晴也意识到是自己出手太重了，神色也不如往日里的威严，全然是止不住的慌乱。我只是还不快叫救护车！这时一直看戏的大姐楚黄再也坐不住，掏出手机便拨打了120。当救护车到达时，几人连忙把你抬到上面，刘如更是一直坐在你身边，祈祷着你不要出事。楚晴还想上车，却被医生拦住，没办法，几人也只好自己开车前往医院。而楚明也想跟去，却被楚晴直接拒绝，你就在家里吧。说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只留下楚明在原地看着众人为了你手忙脚乱的样子。楚明的眼神全是收不住的怨毒。楚河，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要回来？但他根本没想到，是他抢了原本属于你的家庭，属于你的生活，属于你的爱。此时的医院内，你被戴上氧气面罩推入急诊室，而门口的几人也被医生拦在外面。刘如更是眸中含泪，急得拼命拍打楚晴的身躯。你说你对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干什么？我只是一时上头，主要是这个。说着，楚晴便将之前你给他的协议递给众人，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书。霎时间，众人皆是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协议。长时间的沉默，直到手术室的大门开启，众人才回过神来。你们谁是病人家属？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中拿着单子，向着众人问道：“我是他的母亲，小何没事吧？”刘如上前拉住医生的肩膀，言语中满是焦急。医生有些不解地看着面前的几人，明明都穿得不错，看上去都是有钱人的样子，为什么里面的病人如此消瘦？已经没事了，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病人气血不足，身体非常虚弱，加上你们说的摔了一跤，胸部受损，回家后注意静养，多补充点营养就没事了。对了，在这里签字吧。其实医生也有些好奇，怎么摔能摔成这样？还是说这一家子隐瞒了什么？听到医生说你没事，刘如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在单子上签字。那医生，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可以，但不要刺激到患者。好，谢谢医生。刘如连忙推开病房的大门，轻声来到你的病床前，而楚晴还想进去，却被楚黄拦住。爸，你就先在门外等着吧。说完便将楚晴一个人拦在门外。楚晴也自知理亏，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点燃了一根香烟。但在看到禁止吸烟的标识后，又默默地掐断了香烟。他只是想要教训一下这个小子，没想到你的身体居然虚弱到这种地步。但这也是你自己的过错，好好的居然要和他们断绝亲子关系，是他楚晴对不起他，还是这个楚家对不起他？要不是楚家，他到现在还是个孤儿呢。此时的楚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要不是当年他们的不小心，让你流失在外，你又怎么会在外面受这么多苦？甚至连一个正常家庭该有的温情都没有享受过丝毫。刘如看着病床上面容苍白、消瘦无比的你，眸中也忍不住泛起泪花，刚想伸手去触摸你的脸颊，却被你直接躲开。就这样，刘如的手有些尴尬的悬浮在半空，最后也只能悻悻收回。小何，是妈妈对不起你，跟妈妈回家好吗？刘如也知道是他对不起你，忽视了他这么长时间，也是耐着性子与你说道。听到这，你倒是来了兴致，撑着身躯坐起。刘如也是连忙扶住你，好像生怕你再受到什么伤害似的。想让我回去？可以啊。你的眼角满是笑意。他对这些人早就不抱一丝希望了，把楚明送走，我就回去。他霸占了我17年的人生，这不过分吧？之前的你觉得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无所谓，从小便缺失亲情的他，哪怕没有血缘关系，也愿意与楚明这个霸占他几十年身份的假少爷好好相处。但后来你才发现，楚明根本没打算与他好好相处，楚明想要的便是将他赶走，彻底霸占他的身份。既然如此，那你便如了他的愿。楚河，你别太过分。楚田第一个站出来，满眼怒意的看着你。
是啊，小何，小明他没有家人，已经很可怜了，你让他现在离开，他该怎么生活？就连刘如的手也是一颤，他没想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怎么生活？他都快成年了，难道自己活不下去吗？那我从出生到现在这10几年是怎么活下来的？你冷哼一声，他一个孤儿都能活下来，楚明一个快要成年的大男人怎么活不下来？不过是借口罢了。楚河，不要得寸进尺。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姐楚皇开口说道，他确实对这个弟弟有些愧疚，但相比于你，他更在意的还是与他一起生活10几年的楚明。若是其他条件，他或许都会答应，但唯独这个不行。你看着眼前的3人，打了个哈欠。对于这个结果，他早就料到了。或许一开始他的内心还残存着些许那一点点的期望他们会答应把楚明送走。没有办法，人就是这么容易犯贱，见到不自量力，见到奢求那一丝丝的可能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听到你妥协，刘如的内心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在他心里，他还是不希望让养了10几年的楚明离开楚家，毕竟这10几年的疼爱可不是假的。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让2个调换身份的孩子一同相处，从来就是个错误的决定，厚此薄彼，注定是会导致悲剧发生。那咱们就回家。刘如话还没说完，便被你打断，那就断绝关系吧。你说什么？刘如浑身一颤，虽然他在门外便见过那份断绝亲子协议书，却没想到你会直接说出来。你是在威胁我们吗？楚皇更是柳眉紧皱，他只感觉这个弟弟变了。从前的你是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的，但从前的你也不会想到他们会把自己一个人丢在火海，活活烧死。我说，既然你们不愿意把楚明送走，那就断绝关系吧。你一字一句的说道，生怕他们耳朵不好没听清。这时一直在门外的楚晴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房门推开。好，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楚家的人了。说罢，楚晴便直接在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猛地丢在你面前。他相信你绝对只是做样子，不敢真的与他们断绝关系。毕竟能成为楚家人，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哭着向他认错，绝对。其实就连刘如以及楚皇、楚田也是这么觉得的，他们同样认为你不过是在说气话罢了。爽快，那我还得多谢楚先生了。你也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拿起一旁医生用的笔，飞快的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幕让几人都愣在原地，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你居然会真的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连作为商业女强人的大姐楚皇都万分不可置信的看着你手中的协议。难道楚河真的？他到现在才明白，你是真的不在乎了。你逆子！楚晴愤怒的瞪着眼前的你，他怎么也没想到，你这个逆子居然真的敢签字。很好，我们走。他倒要看看没了楚家的支持，你该怎么活下去。说罢，楚晴转身便走，而刘如也是连忙上前想把楚晴拉回来。虽然他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要和他们断绝关系，但你毕竟是他亲生儿子，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楚田更是愣住了，直到他身旁的楚皇拉了拉他的衣袖，他这才反应过来。楚河，别到时候哭着求我们。楚皇这时才反应过来，不是你不在意他们，这不过是你吸引他们注意的办法罢了。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和以前一样，屁颠的跑回来向他们恳求。等你喊着即将离开的几人，而楚皇更是冷哼一声，果然。他就知道你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一见他们要走，就立马坐不住了。这一次他可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他，就凭他想要赶走楚明，便能看出他的恶毒。刘如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还好，只要你肯认错，他就不会追究什么。再怎么样，他们也是一家人。到现在，刘如还认为这一切都是你在做作，他这个所谓的母亲还真是可笑。你们给我的钱，我1分都没有花，一共2万，原封不动都在你们给我的卡里。还有这1年来，我在家里没吃过几顿饭，但我还是每天都算上，一天算50块，1年就是18000，不过分吧？学费你们就交过一次，之前的学费全靠奖学金与贫困补助，给你们算4000块也不过分吧？之前的你从来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奖学金与贫困补助，校领导与老师也都非常照顾他，自然是落在他的头上。原本你回到楚家这件事并没有人知道，他可以继续拿着贫困补助，但你拒绝了。这些还是应该留给更有需要的人。做人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骨气，而不是像楚明那样的寄生虫，明明吸着原主的血，还要把原主赶走。一共2万2，给你们算个整，3万吧。说罢，你快速的从刚才的病历单上撕下一张白纸，刷刷的写下欠条。放心，欠条你拿着，等我上大学能打工就还给你。此时的楚晴脸色已经完全铁青，她做梦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就连刘如也是脸色苍白，她没想到这1年以来他们给你花的钱，算上学费，居然连3万都没有。要知道，楚明1个星期的零花钱都不止3万。看着几人离去，没有接欠条的意思，你也只好将它收起来。看着病房那惨白的天花板，你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心。或许他之前真的非常珍惜这段亲情，但现在不会了。当楚晴几人回到别墅，楚晴气得直接砸了一个餐桌上的名贵花瓶。这小子怎么敢的？难道我们楚家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吗？而躲在楼上偷听的楚明却是内心暗喜，看来你又惹他们生气了，这可是你他自己作死，怪不得他。刘管家，带我去那小子的房间，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出来。楚晴不相信这小子离开楚家能生存下去，但他似乎忘了，你从小便是孤儿，这么多年没有依靠楚家，他照样活下来了。刘管家虽说有些不忍，但也只能在内心暗自叹息，接着便准备按照吩咐照做。算了，我跟你一起。这小子之前便手脚不干净，偷他大姐的项链，谁知道他还藏了些什么。楚晴说完便跟在刘管家身后，刘如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一起跟在他们身后。当几人来到面前的保姆房时，楚晴几人的眉头也是微微皱起。你暂时住在保姆房是他安排的，原本想着有时间便给他换一间房，只是一直耽搁罢了。而住在你房间隔壁的保姆在听见动静后，还以为是你回来了，便推开房门，准备把手里的小面包送给你。你这孩子一直都非常懂事听话，对他们这些保姆也很尊敬，这些他一个保姆都看在眼里。他也知道你一直不受家里人待见，经常会赶不上饭点，或是被训斥的吃不下饭，所以他会经常从给他孙子的小零食里拿出一些送给你。你每次都会对他鞠躬感谢。他有时也在想，这么听话的孩子，要是他的孙子就好了。但不知为何，老爷太太好像就是不喜欢这孩子。他也有些搞不懂。当他推开门的那一刻，发现来人居然是楚
晴和刘如几人，还以为是他们终于注意到小少爷的存在，一时间有些欣喜。你手里拿的什么？楚晴确实毫不客气，声音之中满是质问，而保姆也是微微一颤，将手里的小面包拿了出来。小少爷经常吃不饱，你难道不知道楚家不允许吃这些垃圾食品吗？还是说你觉得他吃不饱是楚家在虐待他？楚晴眼神冰冷地看着面前的保姆，不是，只是小少爷他。保姆还想解释，却被楚晴直接打断。行了，再有下次你也就不用干了。说完，便带着几人来到你的房间。保姆也只好悻悻地收回手里的小面包，同时也发现你好像还没回来，是不是学校拖堂了吗？而当楚晴几人看到你的房间时，却是直接傻眼了。一张简陋的小床，一张课桌上摆放着一些小物件，还有一个小衣柜，里面摆放着少得可怜的几件衣服，其余便再无其他。刘如也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捂着自己的嘴，眼泪更是不停地滑落。可是作为一个母亲，将近1年都没有来过自己亲生儿子的房间一趟，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到现在，他还能认为他对待你与楚明是一碗水端平的吗？偏心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偏心，因为他们的心就是偏的。楚皇愣愣地看着桌面上的小物件，要是他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时他们姐妹几个送给你的小物件，有她送的盆栽，有3妹送的相框，有5妹送的魔方。盆栽长得郁郁葱葱，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很认真在照顾。突然，楚皇像是想到什么一样，将眼神看向一旁发愣的楚田。2妹之前楚河的木偶，没错，那是我送她的。楚田想起当时训斥她的样子，突然感到一阵难受。原来这些在他的眼里是这么的重要吗？那他为什么又要摔碎？老爷还要收拾吗？刘管家适时的开口问道，同时内心也为你感到惋惜，这么长时间才得到家人的关注。此时的楚晴也被震惊到愣在原地，他原本只是想着告诫你，哪怕他是楚家人，也不能大手大脚纸醉金迷，但没想到这1年来你会过得如此。收拾什么？楚晴，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小何找回来，我跟你没完。刘如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出声拦住楚晴，他现在就要去找你，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迟到的感情比草都贱，更何况那份协议书已经签完字了。但当刘如再次赶到医院时，却发现你早已消失不见，而他们也一连找了几天才在学校找到你。此时的你正坐在教室的椅子上拼命的刷题，这几天他的进步很大，之前他的底子就非常好，只是被那一家人耽误罢了。现在你回到属于他的孤儿院，孤儿院的院长是一个年近70岁的老婆婆，见你回来也没有说什么，只表示孤儿院的房间一直为你留着。你这时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在默默无闻的角落里爱着他，正好他现在长大了，也能为孤儿院出一份力。说实话，现在国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孤儿也越来越少，虽然还是会有旧事，毕竟无论哪个时代总会有不负责的人，不过孤儿的存在越来越少，这也是你愿意看到的。只有真正经历过才知道孤儿到底有多苦。突然教室的大门被打开，校长对着座位上的学生们问道：“楚河出来一下。”校长自然是认识你的，就是不知道他身后的几人来找你什么事。你也是连忙放下手中的书本。校长来找他有什么事？怎么了，校长？这几个人自称是你的母亲和姐姐，你认识他们吗？校长也知道你从小便是孤儿，所以还带了2个保安跟在身后，生怕这几个人是什么人贩子。班上的众人也有些好奇的看向门外。哇，这几个人是谁啊？都好漂亮。确实，不论是楚皇这个商业女强人，还是刘如这个贵妇人，都是极为吸睛的存在。就连他们身后的3姐楚江，哪怕戴着墨镜，也难掩其气质。小何，你这几天都去哪里了？刘如一把便拉住你的手，眼泪更是直接落了下来。但你却是一点面子都没给，直接将手抽了回来。我不认识你们，请你们离开。说完便直接回到教室。校长见状，也是拦住想要冲进教室的刘如。既然不认识，还请你们不要乱来，请你们离开。说完便要带着保安赶走几人。毕竟是楚家不允许你说他是楚家人，所以到现在除了楚家人，谁也不知道你就是楚家走失16年的小少爷。我是他的母亲，你们放开我。刘如还想说什么，但看着面前的保安，也只能慢慢离去，直到把几人带到校外，校长才安心离去，还叮嘱门口的保安不要让几人进来。一直没有发话的3姐楚江一把将脸上的墨镜摘下，要是有人在他身边的话，一定会认出来，他就是最近声名鹊起的顶流歌手楚江。楚江本身的条件就极为不错，加上有楚家在背后撑腰，自然是顺风顺水。现在甚至接了好几个大制作的电影客串，为正式进入影视圈铺路。歌曲影视2把抓，才能在娱乐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楚河还真是得寸进尺，居然敢说不认识我们。楚江气愤地看着学校的大门，但他似乎忘了，是楚家不允许你将他是楚家人的事情告诉别人，现在居然怪罪起你。行了，我们先回去吧，等明天再来啊。还要来呀？照我说，就等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他自然就知道错了。楚江确定你不过是在耍欲擒故纵的小把戏吧？等量他几天，他就会乖乖回来了。这刘如还想说些什么，却被楚江不由分说直接一把拉走。楚皇也是看了眼你教室所在的方向，虽然他对这个弟弟确实很愧疚，但他曾经偷过他的首饰不假，万一这真的是你欲擒故纵的手段怎么办？要不就先等几天，说不定你真的会乖乖上门道歉，求他们要自己回来。快走啊，大姐！你忘了今天是小明的生日吗？就算楚明与他们楚家没有血缘关系，但楚明可是救过他的命。当年他因为贪玩走丢，不小心掉进水里，要不是楚明，他现在肯定活不到现在。加上10几年的相处，他可不觉得仅仅是血缘关系就能打破他和楚明的感情。而坐在窗口看着几人离去的你，也是没说什么，但他也搞不明白这几个人还来干什么？没有他的家不是更好吗？楚晴也不会动不动就暴怒，刘如也不会嫌弃这嫌弃那，几个姐姐也不会看他不顺眼，怎么想都不应该回来找他吧。突然你双眼一黑，接着又是一阵耳鸣，随后便直挺挺地倒在自己的课桌前，最后只能听见同学们的惊呼声。当你再次睁眼，只感到一抹余晖照在他的脸颊，刚想爬起来，却被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拦住。先不要起来！一身白大褂的女医生拦住你，将他再次放倒在床上。营养不良加低血糖，等输完液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就好。原本你的身体就虚弱，前几天从医院跑出来后，因为怕孤儿院院长担心，也没将他进医院的事说出来。谢谢医生，你有些局促。他知道输液估计要不少钱，只是他现在确实没有钱，也不知道医务室能不能打欠条。见你这副模样，身为校医的江心也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即便抬了抬鼻尖的眼睛，笑着说道：“没关系，待会你早点回家，知道了吗？”说完便要离开。等等！
怎么了？江心有些疑惑地看向病床上消瘦的男生，还以为是他哪里又不舒服了。对不起医生，我暂时没钱，但我可以帮忙做事还钱，打扫卫生、搬东西我都在行。这倒不是你瞎说，这些年没被楚家接走之前，他就是这么过来的，打扫卫生、刷盘子、做饭。跑腿，凡是能补贴孤儿院的事，哪怕只有一点点报酬，你也做得毫无怨言。毕竟之前的你没有成年，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用你，也只有那些见你价格低，才愿意让你做一点杂活，但也都是当天结算，怕被人举报摊上时，你自然也明白，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反而十分感谢那些愿意收留他一时的老板。至于回到楚家之后，你照样十分勤劳，时常会帮着保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好在今天过后，他便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不用，江心还想拒绝，但在看到你那坚定的眼神后，也只能叹息一声。他知道，要是拒绝的话，眼前的男生必然会想方设法的赚钱还给他。其实这点钱对于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本来就是金氏江家的大小姐，更是金氏医科大的顶尖高材生，之所以来这所学校当校医，也不过是学校下发的援助任务罢了。那行吧，每天放学后抽出1个小时来帮我搬东西，为期1个月，可以吗？正好这几天学校正在更新医疗器材和药品，多一个人帮忙也好。听到这，你才笑了一下，点头答应。此时的海市白金汉爵酒店门口人来人往间，门口更是停满了豪车。随着天完全黑了下来，楚晴也是满脸喜气的站在台上，对着下面的宾客说道：“感谢各位能赏脸参加全子的成人礼，接下来晚宴正式开始。”随着楚晴的话音落下，晚宴的帷幕也算正式拉开。10几个楚城有头有脸家的少爷小姐围在楚明的面前，纷纷送上属于他们的礼物。楚明也是连连感谢，脸上更是止不住的高兴。你居然真的走了，这下整个楚家都会是他一个人的，要怪就怪你自己楚河，你就不应该回来。这时，正坐在宴会中央沙发上的楚田，身着一身华丽的礼服，神情却是有些心不在焉。怎么了，二妹？楚黄依旧是那标准的职业装，他不太习惯那些繁重的礼服，总感觉在束缚着他。没什么，只是想到了小何。此话一出，楚黄也沉默了下来。的确，今天同样也是你的生日，大姐、二姐。楚明这时走了过来，顺势坐在两人身边。我的礼物呢？楚明撒娇似的向着两人讨要着礼物，眼神之中满是期待。楚黄自然不会忘记，直接从背后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光从外表便能看出其不凡。楚明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块百达翡丽，喜欢吗？楚黄宠溺地摸了摸楚明的头，作为商业女强人，她将柔情的一面都留给了这些弟弟妹妹们。喜欢，谢谢大姐。这时一众富二代也都眼神羡慕地看着楚明，这块手表起码在200万以上，他们家里虽然有钱，但还是远不如楚家这般。这时楚田依旧是心不在焉，直到被楚明的声音叫醒，才反应过来。二姐，我的礼物呢？你不会忘了吧？怎么会？楚田也是连忙将一把车钥匙递到楚明的面前，毕竟18岁的人怎么能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看着面前的保时捷车钥匙，楚明的面容一喜，他可是好久之前便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了。只是楚明不知道的是，楚田的身后还有着一个小盒子，盒子里面正是之前被你扔在地上砸坏的木偶。我出去一趟。楚明还没来得及感谢，便见楚田快速离去，手里还握着一个不知名的盒子。当你回到孤儿院的时候，却发现还有几盏灯还亮着，是不是那几个小家伙又调皮了？你走进院内，却没有发现一个人，难道是忘记关灯了？你刚刚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就听见砰的一声，大厅的灯突然亮了起来，接着礼花散落漫天，缓缓地落满他的肩头。楚河哥哥，生日快乐！10几个小萝卜头像是爬树般迅速挂满了你的身上。楚河哥哥，这是你的生日礼物，我亲手为你画的肖像。看着眼前由无数道杂乱线条构成的人物，你愿意称他为抽象派的代表，但你依旧满心欢喜地收下。楚河哥哥，这是我的陀螺，烈焰旋风，你可要好好珍惜。还有我的。看着面前杂七杂八的礼物，有陀螺，有溜溜球，还有各种各样的奥特曼卡片，你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但都一一感谢，并郑重地收下，因为他知道这些看上去并不值钱的东西，对于这些小萝卜头来说，却是他们能拿得出最好的东西。都下来，你们要压死楚河哥哥吗？这时，一个15、16岁的女孩站了出来，大声训斥这群小萝卜头，而小萝卜头们也都犹如看到什么洪水猛兽般，纷纷从你的身上下来，来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好。哈哈哈，没事的，小林。何若里瞪了一眼面前的小萝卜头们，才缓步来到你的面前，并递出属于他的礼物。看着面前满满一罐各色的千纸鹤，你顿时心头一暖，他明白这是少女在学习之余挤出那一点点时间，亲手为他折的。楚河，你别乱想，这些都是我买的，才不是亲手折的。何若里有些焦急地站在原地跺脚，俊俏的小脸不知不觉中染上了丝丝红晕。不解释还好，解释倒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了。我知道了，你自然不会拆穿面前少女的谎言，反而摸了摸她的小脑袋，不准摸。感受着头上的抚摸，少女的脸颊更加红润，仿佛能滴出血来。这要是让她班上的同学看到，一向对谁都爱搭不理的高冷女神加学霸，居然会露出这样可爱的表情，一定会心碎的。好，不摸。眼见少女即将像小猫一样炸毛，你也是适时的收回手掌。她记得很久之前，这小妮子最喜欢被他摸头来着，看来是长大了。好了，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一道有些苍老的声音响起，你也赶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随着一道身影出现，伴随着的是小萝卜头们那期待的眼神。院长，你刚想起身，便被院长婆婆制止。今天是你的成人礼，过去几年我不管，今天你乖乖坐好就行。她的声音中夹杂着威严与不庸置疑，你也只好乖乖的坐在原位。随着一个不到8寸的小蛋糕落在你面前，小萝卜头们的视线也都纷纷跟随。小丽，把灯关了。随着何若里把灯关上，蛋糕上那微弱的烛火便成为这黑暗中唯一的光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随着一声声生日歌的响起，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你想起前世种种，一股酸涩涌上心头。前世他一心扑在那些所谓的亲人身上，却忽视了这些真正爱着他的人。原来在这黑夜中，还有那一盏微弱的烛火是为他而燃烧。就像此刻，烛火虽然微弱，却独属于他一人。一滴泪水也不知何时有些不争气的从你的眼角落下。何若里见状，连忙推开椅子上前抱住你，感受着自己被温暖的怀抱包围。你也是笑着揉了揉何若里的小脑袋。这次何若里倒是没有反抗，也没有说什么。她不知道这1年来你在楚家经历了什么，但她知道以后不管如何，她都会一直陪着你的身边。好了，开灯吧，我给你们切蛋糕。你将眼前的蜡烛吹灭，却没有许愿。与其相信那虚无缥缈的愿望，不如相信他自己。好爷，吃蛋糕小萝卜头们都显得格外兴奋，你也是乐得其所，将所有的蛋糕都分给
给了他们，自己是一点没留。但就算如此，每个人也只能分到一点点罢了。何若里见你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顿时有些气愤。那这一份给你，不要多想，我减肥呢。何若里一脸傲娇地将手中的蛋糕递到你面前，似乎对自己的说辞十分满意。你看着眼前比她还要苗条的何若里，笑了笑，只是分下一小块尝了尝。而此时的孤儿院门外，一道身着华丽礼服的人影在不断徘徊，像是下定某种决心。楚田提着自己的礼服迈过孤儿院那已经有些破旧的门槛，作为楚家二小姐的她，恐怕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随着脚步声的响起，众人的目光也逐渐落在门口的人影之上。当你看清来人后，眉头也不由自主地皱起。我出去一下。在一众小萝卜头们好奇的目光中，你起身走出。其他人或许不了解，但何若里却是了解得很。这不就是那个什么楚家二小姐吗？她之前在电视的新闻上看见过，好像是代表国家参加什么国际绘画大赛，还获了什么奖来着。但她刚要出去，却被院长婆婆那干枯的手拦住。婆婆，我让小何自己去选，她已经长大了。院长婆婆连看都没看一眼，她知道你与之前不同，她能感受得到，是走是留，全看她自己，这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但何若里却是十分不理解，她当然明白，要是楚家人真的对你好，你又怎么可能回来？又怎么可能与之前一样消瘦？她是多么想现在就冲出去把你拉回来。你看着眼前的楚田，叹了口气，他不是已经把那个家留给楚明和他们了吗？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他，非要把他留在火海烧死？他们才愿意。楚小姐，要是没什么事，你就回去吧。你实在是不想跟这个陌生人再说什么，要不是害怕他们会用楚家的势力拿孤儿院开刀，你早就骂出声了。我是你二姐。听到你叫她楚小姐，楚田的脸顿时被气得通红。他之前都是叫她姐姐的，早就不是了。怎么还要我把协议拿给你看看吗？说完你便要转身回去，却被楚田死死拉住。跟我回去吧，只要道个歉，他们不会说什么的。此话一出，你不知道为什么内心升起一丝悲凉。到现在还要他去道歉吗？那请楚小姐说说看，我为什么要道歉？我错在哪里了？你倒要看看他自己到底怎么错了。楚田支支吾吾半天，却好似鱼刺卡在喉咙般说不出一句话，因为他知道你根本就没做错过，他只是还在认为你与之前一样，无论是不是他的错，都应该主动认错道歉。毕竟他是外面的野孩子，不懂规矩，你不该拿协议威胁我们的。或许在楚田眼里，那份协议只是你威胁他们把楚明赶走的手段。只要你跟父亲好好道个歉，父亲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我不是说了吗？把楚明送走，你记得，这是他之前就说过的吧？看来这楚田的记性不太好，需要他再提醒一遍。但其实就算他们答应把楚明送走，他也不会回去，更何况他知道他们是绝对不会把楚明送走。楚河，你为什么非要把小明赶走？楚田声音也高了不少，一边是有着10几年感情的养弟，一边是血脉相连的亲弟弟，这让他怎么选？你不要太过分了。的确是我太过分了。此话一出，楚田顿时眼前一亮，还以为是你松口，答应他回家给众人道歉。他相信只要你愿意道歉，就算是父亲也不会不同意你回到这个家。好了，你走吧。你有些无力的摆了摆手，他原本也没有对他们奢望过什么，但楚田依旧死死的拽着你的胳膊，不是回去，你特么到底想怎么？非要老子骂你是吧？说完这句话，你深呼吸几次，才终于平静下来。那种对这群所谓家人抱有期待的蠢事，上辈子干过一次就足够了。此刻就连孤儿院内的何若里都有些惊讶地看着你，在他的印象里，10几年来你几乎从来没有爆过粗口。楚田也是愣在原地，原本拽紧你的手也默默地松开。对不起，你要是真的对不起我的话，就赶紧走吧。你再次下达逐客令。本来今天他的心情还不错，楚田也知道你是真的生气了，只好从身后掏出那个小盒子。之前是我不对，不该那么说你，这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说罢便将小盒子打开，露出里面完好的木偶，这是我亲手拼好的。你也是拿起木偶仔细端详，谢谢你。但下一秒，在楚田震惊的目光中，你手接将它扔进一旁的垃圾桶，将那个曾经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木偶亲手丢弃。当楚田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时，众人已经在客厅等待多时。我先回去休息了。楚田刚想上楼，却被楚晴叫住。等等，你弟弟的成人礼，你去哪里了？楚晴十分气愤，刚才合影的时候才发现居然少了一个人，这像什么样子？就连在京市上学的五妹楚墨都被叫了回来。楚母刘如也有些焦急地上前拉住楚田的手，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居然让楚田变成这副模样。小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要吓妈妈好吗？此时楚田才回过神来，看着面前的众人，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去看小何了。”砰的一声巨响，楚晴直接将一只名贵杯子狠狠摔在地上。谁让你去见他的？就连一旁的楚明也是死死地攥着手心，指甲都掐到肉里，也没有丝毫感觉。楚河，你为什么打扰我的生活？你为什么不死在那里？你早就该死在那里才对。为什么要一次次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此时的楚明内心对你的怨毒简直要溢出来。他不明白，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为什么还会影响这个属于他一个人的家庭？今天是小何的生日。此话一出，现场顿时鸦雀无声，就连楚晴准备骂出口的话都被堵住嘴里。他们居然没想过，两人当年被报错，生日自然是同一天。要是让外界知道他们楚家为一个假少爷办了如此隆重的成人礼，却把亲生儿子赶出家门，不知道会传出多少流言蜚语。刘如的眼眶也是瞬间红了，她这个做母亲的居然忘了亲生儿子的生日。但她似乎忘记了，之前她便因为楚明一个发烧，便将你一个人留在家里，陪着楚明在外面过生日。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些晚了？我先回去了。楚田的神情依旧落寞，他到现在也不敢相信，你居然当着他的面把他亲手拼好的木偶扔掉。可是明明之前不是这样的，明明之前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听他的话，你会把他送的木偶小心的摆在床头。可为什么这一切都变了？他不过是训斥了他2句，但他为什么要训斥你来着？好像就是因为那个木偶，因为楚明不小心把木偶的手臂摔断了。可楚明也不是故意的，他说他只是觉得好奇，想看看罢了。突然，楚田像是想到什么一样，楚明明明什么都不缺，为什么要唯独要你的木偶？难道？这时，将自己锁在房间的楚田彻底慌了，他不肯相信楚明会那么做，怎么会这样？原来他的心真的是偏的，人就是这样，偏心与成见，就如同一座大山，站在山顶的人又怎么会觉得自己不对？只有站在山脚的人才能清楚的人知道那座大山到底有多高，而你
一直是山脚的那个人。对不起，对不起。楚田靠着墙壁瘫坐在地上，将自己的头埋进臂膀，死死地抱紧双腿。此时的刘如也是慌了，连忙让司机备车，他要去找你行了，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去。说罢，楚晴便起身离开。没办法，刘如也只好在楚皇的搀扶下回到房间。随着大厅的人逐渐走光，唯有留在原地的楚墨有些不理解，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家对你的偏见，就好像无论你做什么事都是错的。可是他不敢说出来，因为他曾经只是为你说了一句，便被臭骂一顿。只是那一次，明明不是楚河哥哥的错，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当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错的时候，那你就是错的。楚皇推开楚田的房门，却发现楚田正蹲坐在墙角。没有办法，他也只能叹息了一声：“二妹，明天跟小何说清楚就好，先睡觉好吗？”但楚田却是摇了摇头，说道：“他不会原谅我们了。当你亲手将木偶扔掉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你是真的不在乎了。”楚皇见状，也只是眉头紧皱，凭什么要他原谅自己？他托自己手势，还针对小明，难道不是事实吗？在确认所有小萝卜头，包括和若里都睡下后，你才开始收拾桌子。突然，你想着要不在隔壁的夜市摆个小摊，也能多赚点补贴孤儿院。这个想法一经冒出，便再也止不住，而且他也有些独属于自己的想法。一直到第二天放学，你的脑海还在筹划。哦，对了，还得去帮忙来着。你刚走到校门口，才想起他要帮校医干活还钱来着。当你来到医务室门口时，校医江心正有些头疼地看着面前的几个大箱子以及一些医疗器材。江医生，见你过来，江心才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你不会来呢。楚同学，这些没问题吧？江心有些担忧地看着你那消瘦的身躯，刚想伸手帮忙，却被你拦住。放心吧，江医生，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消瘦，还有些营养不良，但这些活对于他来说倒真算不上什么。他曾经干过的活比这要累得多。他照样撑过来了。看着你居然一把就将一个大箱子搬起来，江心的眼神也不由自主地变得惊讶起来。而且你十分熟练，不一会就把东西全都搬了进去，还按照他的吩咐一一摆放整齐。看得出来你没少干这些。江心也有些心疼你，连忙接了点热水递给你，你也没有客气，接过一次性水杯便喝了起来。喝完便起身要拿起扫把打扫卫生，却被江心拦住。休息一会吧，不着急的。拗不过江心，你也只好继续坐在椅子上休息。见你没有反抗，江心这才微微笑了笑。就在这时，一道高大的人影出现在医务室的门口。男人穿着笔挺的高定西装，手上拿着一束鲜艳的红玫瑰。请问江小姐在吗？此话一出，江心原本温和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不自然。你自然看得出来，笑着说道：“是江医生的追求者对吗？”确实，眼前的江心虽穿着一身白大褂，但依旧掩盖不住那傲人的身姿。精致的面容，略施粉黛，便是人间绝色。小巧的鼻子，加上一副眼镜，更能增加一抹韵味。学校里不知多少小男生故意装病，就为了能看江心一眼。小小年纪不学好，江心用那洁白的手指轻轻点了你的额头一下，让他调侃自己。此时，那精致西装男也推开医务室的大门，看着眼前的江心，脸上是止不住的高兴。而一旁的你，自然是被他直接忽视，不过一个学生罢了。江心，我终于找到你了。但江心确实有些头疼的揉了揉额头。这个刘宇，他都来到海市都能找到他。看着眼前递过来的鲜花，江心没有收下的意思，刘宇也只好悻悻地把手收了回去。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想来看看你。那你看完了吧？看完就走吧。刘宇还想说什么，却被江心推了出去。看着面前紧闭的医务室大门，刘宇也只好苦笑一声。他自然知道江心不喜欢他，可他能怎么办？家里人无时无刻不让他拿下江心，只有拿下江心，才能获得江家的帮助，他们刘家的地位才能在京市更上一层楼。而他也确实喜欢江心，毕竟江心当年可是京市一颗大的校花。但现在看来，希望渺茫啊！要不然，暂时先在海市住下，说干就干。刘宇直接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你看着眼前的江心，没想到看上去温和的校医小姐，居然也会有生气的一面，不过还挺可爱的。这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到和若里那小妮子，总是动不动对着她生气，但其实在你眼里，就好像一只发怒的小兔子。别提多可爱了。你还笑？江心看着面前满脸笑意的你，气更是不打一处来。这小子居然敢笑他！好，我错了，江医生。你举手投降，接着便起身开始打扫卫生。他也休息够了，不着急的，慢慢来就好。江心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打扫卫生也不用太过着急。随着时间过去，江心翻看着手中的医书，时不时打个哈欠，看得出来昨晚上是熬夜了。当你完成手里的工作时，发现江心居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你也只好笑了笑，将手里的工具放好，来到江心身边，看着江心那绝美的睡颜，你也不由自主的心头一颤，接着连忙将这些想法甩掉，拿起一旁的毯子，轻轻的盖在江心的身上，还贴心的帮他把鼻尖的眼镜取下，最后看了一眼，把门关好，才放心离去。当江心醒来时，已经天色昏暗，感受着身上的毯子以及桌面上的眼镜，江心微微一笑，这小子还挺贴心。此时的你已经回到孤儿院，他准备把摆摊的想法实施，但却被启动资金难住。你坐在门栏上，自嘲的笑了笑，这算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吗？但随即又起身，像是做出某种决定，钱的事自然是不能跟院长说，那便去打工吧。之前你便算过，大概需要4000块，便可以撑起一个小摊，那么这4000块便要靠他自己了。经过这段时间的复习，你有信心在接下来的期中考试获得一个好名次，到时候获得奖学金的概率也能大些。2000块钱虽然不多，但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无异于是一笔巨款。突然，几辆豪车浩浩荡荡地向着你所在的位置驶来。作为城中村的存在，孤儿院的位置算不上偏僻，但周围的居民大多数都是来海市打工的工人，住在这里也不过是图个水电房租便宜。可这几辆豪车实在是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周围下班的居民也都纷纷向着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当你注意到几人时，已经为时已晚，刚想把大门关上，就被刘如叫住。等等，小何刘如着急忙慌地打开车门，便向着你跑去。叹息一声，你终究还是没有选择直接将大门关上，要是不跟这群人说清楚，怕是会没完没了。刘如见你没有关门，内心也是松了一口气。怎么了，刘阿姨？找我有什么事吗？此话一出，刘如的心就好像被狠狠地刺痛，她没想到你居然连妈妈都不肯叫她。小
小何，我是妈妈呀。先说找我有什么事？你只想赶紧把几人赶走。此时身后的楚皇、楚田以及楚明才缓缓出现在你的面前，楚明更是眼眶微红，伸手想要拉住你，却被你直接甩开。妈的，一个大男人，天天装可怜，恶不恶心？别他妈碰我！瞬间。楚明直接愣在原地，他哪里被别人这么骂过？眼神之中的怨毒更是一闪而过。刘如也是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你，在他的印象里，你从来没有骂过人。你看着面前有些呆滞的几人，倒是觉得心情舒畅不少。果然，把脏话讲出来，心就干净了。楚河哥哥，只要你肯回来，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哪怕是让我离开这个家。又来了，看着面前无比做作的楚明，你表示这种表演他早就看腻了。当初他也是被楚明这副伪神的面孔所欺骗，还想着跟这个所谓的弟弟好好相处，谁知道这楚明居然诬陷他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还说自己找人打他。当时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那时候楚明就是这么说的，表面上向着他，其实就是在坐实他的罪名。小明，你哥哥不是那种人，对吧？小何。刘如连忙制止楚明，接着满眼恳求的看向他，相信你不会真的赶楚明走，之前在医院的那番话都不过是气话罢了。要是你们就为了这个事，那我就不奉陪了。这件事他已经非常明确的说过，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怎么都到这种程度了，还在装死？只有楚田知道，你说的一切都不是气话。等等，妈妈是来给你送生日礼物的。此时刘如也才反应过来，连忙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小何，这是……刘如话还没说完，便被你打断，拿回去吧，我生日已经过了。说完便直接关上大门离去。明明昨天才是他的生日，今天送礼物算什么事？还有，真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楚田穿的那么隆重，不就是为了参加楚明的生日宴？还真是好笑，把亲生儿子赶走，不就是为了那个楚明舒心吗？现在才来找他，不是犯贱。小何，你开门。但无论刘如怎么呼唤，始终没有人应答。没有办法，几人也只好悻悻而归。回去的路上，楚明就坐在刘如的身边，虽然嘴上安慰着刘如，嘴角却是抑制不住的上扬。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楚田突然认真地看着面前的楚明。楚明，你之前是不是故意弄坏楚河的木偶？此话一出，宽敞的车厢顿时陷入一片寂静。二姐，你为什么这么说？瞬间，楚明的眼眶再次变得通红起来，渲然欲泣，好不可怜。刘如也适时地站出来为楚明说话，不就是一个木偶吗？小明也不是故意的，但那是我送给小河的木偶，为什么你偏偏要那个木偶？随着楚田的步步紧逼，楚明一时间也说不出来，只能支支吾吾地解释道：我只是好奇，二姐，我可以赔给楚河哥哥的，只要楚河哥哥肯原谅我，我什么都愿意做。话还没说完，楚明那豆大般的泪珠便已经滚落。刘如见状也是连忙把楚明抱在怀里安慰：好了，小子，小明也不是故意的。此时楚田只感觉头疼欲裂，却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而楚明那委屈的面容，在刘如的怀里，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逐渐变得扭曲起来。他恨你，明明之前二姐都是向着他的，为什么今天会为了你来质问他？这也让楚明产生了一丝危机感。要是再这么下去，他的地位很有可能真的被你代替，到时候万一他们真的要把他送走怎么办？不行，他要让你消失。瞬间，一个恶毒的计划逐渐浮现在他的脑海。既然几年前那次计划没能让你去死，那就再来一次。他倒要看看你能躲过几次。一路无话回到楚家，楚田说了声，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打算等过几天再去找你，他要把所有事都问清楚。此时楚晴也是不由得皱了皱眉，看着身后的几人没有你的身影，更是不由自主的升起一股怒气。那小子还是不肯回来吗？你跟他说，要是再不回来，这辈子就都别想进楚家的大门了。到现在，楚晴还认为这种威胁对你有用，他也不想想，当初在医院，要是你真的只是威胁他们，又怎么会毫不犹豫的在那份断绝关系的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当身为大姐的楚皇回到自己的房间洗浴时，想起来楚田的话来，但很快又将这些杂念抛至脑后。不管怎么说，你确实曾经偷过他的首饰，还藏在床底下。第二天，当你来到学校时，却发现同学们都在准备些什么。怎么了？你把身上的书包放下，有些好奇地问了问同桌。他的同桌是一个浑身上下全是肌肉的壮汉，平时也十分照顾你。虽说你在班级的口碑不错，但很少讲话。张岩可以说是你为数不多的朋友。今天要学校组织看电影，你忘了吗？昨天老师不是说过了吗？别愣着了，赶紧收拾收拾。等你收拾完，张岩直接双臂夹起你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东西，猛地向着门口的大巴车冲去。男人要猛看着宛如狂风般的张岩，你也有点哭笑不得。就在这时，一个女生突然跑到你面前，低着头将一封信递给你，又迅速跑开。看电影也算是二中的老传统了，会在高考百日誓师前组织学生去看一场励志电影，目的就是鼓励学生。不过你倒是没怎么看进去，全程都在想着他之前的一道题目，时不时还要接受来自张岩的猛男投喂，一直到电影结束，你才想起之前那个谁递给他的信封。突然，张岩也注意到你手中的东西，同时将自己的头也悄悄伸了过去。谁给你的？张岩突然冒出的话把你给吓了一跳。看了一眼那洁白的信封，你想了想，好像是他们班的陆思思给他的来着。陆思思给你的？张岩瞳孔微缩。要知道，陆思思可是他们班的班花，不仅长得漂亮，成绩还好，不知道是多少男生的梦中情人。现在居然主动给你送信，你想什么呢？我跟他不熟。看着张岩那审视的眼神，你连忙解释，他跟陆思思都没说过几句话，好吧？估计也就是想问他问题之类的。但谁家好人用信封问问题啊？顿时，张岩一个猛男落泪。果然，说什么喜欢肌肉都是骗人的，他们还是喜欢像你这样的小白脸。不得不说，你长得确实不错，白白净净，高高瘦瘦，毕竟楚家人的颜值都摆在那里。快点打开，让我死心吧！看着张岩那副要死要活的模样，你也是一阵无语。都说了，应该就是想问问题。只见你刚打开，3个小字便出现在两人面前，我喜欢。瞬间，你便将信封合上，内心暗道糟糕，接着将书包直接扔给张岩，便一溜烟的离开。哎，楚河你也太不讲义气了。没有办法，张岩也只好愤愤不平的将你的书包带上。回学校的车上，你却像一个没事人一样，好像从来没有收到那封信。只有张岩在干着急，那可是陆思思，哎，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要是换成他收到陆思思的情书，现在都能蹦上天。而此时，陆思思同样也在车内，更是俏脸微红，一直默默的关注着不远处座位上你的表情，内心更是无比的坎坷。思思，你在看谁呢？作为陆思思的好闺蜜，楚心一路上就发现她的不对劲，眼神飘忽不定，就连在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心不在焉的，好像在寻找某人的身影。但陆思思此时将注意力全放到你的身上，哪里会注意她好闺蜜的言语？思思。
陆思思一连叫了3声，陆思思才反应过来啊，怎么了？星星看着陆思思脸上那惊慌失措的表情，楚心就知道她这个闺蜜有情况，说。看谁呢？啊，没有啊，眼见就要被识破，陆思思连忙摆手解释，还没呢，你眼睛都要贴到人家身上了。楚心转头向着陆思思之前看过的方向看去，随即便露出惊讶的表情，你不会喜欢张岩吧？此话一出，陆思思连忙把楚心的小嘴用手堵上，你说什么呢？嘿嘿，开个玩笑。楚心当然知道不可能是张岩，就是炸一炸她这个好闺蜜。此时的张岩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喷嚏，谁想我了吗？无辜躺枪的张岩表示很无辜。哎呀，思思，你就告诉我吧。楚心眼神之中满是恳切，说实话，她都没想到她这个闺蜜居然真的有喜欢的人。要知道之前不知道多少男生追求过陆思思，但都被陆思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也很想知道到底是谁拿下了陆女神的芳心。面对楚心的死缠烂打，陆思思也没有办法了，只能把她之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楚心。什么？顿时楚心被陆思思的一番话直接震惊地站了起来，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而楚心在感受到周围的目光后，也是连忙捂住嘴蹲下，接着小声地说道：“你居然写情书，还亲手送给那个人！”楚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他认识的高冷女学霸陆思思吗？思思，你没发烧吧？我看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楚心伸出自己的小手放在陆思思的额头上试了试，也没发烧啊。哎呀，其实陆思思也不知道当时他说哪来的勇气，将那封诉说爱意的信封递到你的手上，你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轻浮的人？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谈过恋爱，更别说给男生写情书了。可是陆思思知道，要是再不抓紧时间，他很有可能就再也没有说出口的机会了。或许你自己都不记得当年发生的事，要不是你，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被拐卖到哪个深山老河，给老光棍当媳妇。当你再次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时，而且还是跟他一个班级的时候，他的一颗心都要蹦出来。可是他不敢说，因为他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作为先天性心脏病患者，陆思思从小便明白，他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因此他从来不敢与人深交，他害怕因为他的离去会给那些在乎他的人带来痛苦与悲伤。可是当年你那瘦弱的身躯挡在他面前的时候，就宛如一堵高墙，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当你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再也无法忍受。他明白这么做很自私，可他真的抑制不住，但当他把那封代表心意的信送出后，又无比的后悔。可是自私本就是人类的天性，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并没有什么错。思思，你真的想好了吗？楚心一脸认真的看着陆思思，生怕她被人给骗了。放心吧，星星，我想好了。陆思思露出一抹笑容，希望老天能原谅她的自私。还有，到底是谁？我倒要看看是谁把我们陆女神的心给勾走了。是楚河同学。陆思思也鼓起勇气，不再退缩。楚河，楚心面露震惊之色，他怎么都没想到，居然是你。可是他们两个好像没怎么说过话吧？一直到下午放学，陆思思那颗悬着的心都没有落下过。他在想，万一你没去怎么办？万一你拒绝他怎么办？当你离开座位时，陆思思也立马起身，默默地跟在你身后，直到你来到校医务室门前，你才转身看向身前的陆思思。而陆思思见到你正直直地看着自己，瞬间脸红到耳朵根。楚同学，对不起，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打算。你没有给陆思思留一点幻想，他知道陆思思是个好女孩，但正因为陆思思是个好女孩，你才不能伤害她。此时医务室内的江心也听到门外的动静，悄悄地来到门口，通过门缝看着外面的一切。楚同学，你还记得我吗？5年前你救过我的。陆思思似乎不愿意面对自己被拒绝的情况，只是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你这时也想起来，好像是当时差点被人贩子绑走那个，是我。楚同学还记得我对吗？陆思思声音颤抖，接着缓缓地靠近你。楚河同学，你会答应我的对吗？察觉到陆思思有些不对劲，你眉头微皱。突然陆思思开始大口的喘气，伸手朝着口袋翻找着什么。这时一直在吃瓜的江心再也站不住，连忙推门而出，将陆思思抱在怀里。听着陆思思微弱的声音，江心赶紧从她的口袋掏出药物，接着拿出一片送进陆思思的嘴中。楚河，去找点水来。你也是不敢有丝毫耽误，连忙从医务室接了点温水递给江心，把陆思思安置在病床上。看着陆思思逐渐稳定下来，江心这才微微安心。但是根据陆思思刚才的表现，江心也大概的猜出她的病情是怎么样的。你也是眉头紧皱的坐在陆思思床边的椅子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陆思思看着你，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江心也看出陆思思的窘迫，便把你暂时赶了出去。没有办法，你也只能在门口等待。他没想到，当年从人贩子手里救下的女孩，居然变成他的同班同学。此时的医务室内，陆思思慢条斯理的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江心听。对不起，我是不是很自私？陆思思轻声说道，漂亮的眼眸之中满是落寞与绝望。她知道一旦你拒绝，她将再无机会。江心听完后却是微微一笑，轻轻的抚摸了一下陆思思的秀发。怎么会呢？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这并没有错。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居然经历过这么多事。这些事就算放到一个成年人身上都难以接受，更何况一个刚刚成年的小姑娘。可是楚河同学已经拒绝了。瞬间，陆思思的眼眸便如同一片死灰。也是，她这么自私的一个人，又怎么能得到楚河的爱呢？听到这，江心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并不知道你为什么拒绝，毕竟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漂亮。但其实这一切都不怪你。自从上一世在火海中被烧死后，你便似乎丧失了对爱的感觉。她不敢再轻易的去相信别人对她的爱，她将自己的心蜷缩折叠后困在心底的某处，这是一种恐惧，对爱的恐惧。突然陆思思像是下定某种决心，既然他已经如此自私，那便让他自私到底吧。江医生，能把楚河同学叫回来吗？可以。随着你的再次出现，陆思思的原本苍白的俏脸上再次染上一抹红晕。楚河同学，其实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对不起，之前我不该瞒着你的。先天性心脏病？你这时眉头皱得更深。对，楚河同学，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之前他便做过手术，可是收效甚微，医生也告诉他的家人，可能活不到20岁，甚至随时可能死去。接着陆思思看着你，说出他这辈子最难以启齿的话。楚河同学，1个月好吗？就1个月的时间，看在我活不了多久的份上。此话一出，就连江心都面露惊讶，他也没想到陆思思会这么说。说完，陆思思的眼角便止不住的流下泪水。她终究还是说出来了，用病人的身份对你道德绑架，她可真是一个自私又不要脸的女人。求求你，陆思思泣不成声，她甚至不敢再看你的脸。可以。你看着病床上的陆思思，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真的吗？当然，他明白那种渴望被爱的感觉，更明白那种无比期待却又触不可及的痛苦。他不希望陆思思也被这种感觉困扰。或许陆思思对他的感情不过是一时兴起，又或许是认知错误，把之前对他的感激与依赖错认为是爱。但这些你相信，在时间的冲刷下，陆思思会明白的。不过你也确实看在陆思思的病情上才答应下来，要不然无论如何你都会直接拒绝。优柔寡断只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痛楚。不过只有1个月的时间，1个月就足够了。陆思思连忙起身，用那冰凉苍白的小手拉住你的手。楚河哥哥，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就是这么牵着我的，牵着我走了好久好久，那种感觉，陆思思这辈子都不会忘却。你感受着手上的冰凉，也是脸色微红。她也是第一次被女生牵手来着。哎，真是的，小心我告诉你们班主任。江心也是一脸无奈的看着两人，这是上门给他喂狗粮来了吗？罢了罢了，谁让他们年轻呢？只能感慨一句，年轻真好。但江心对于陆思思更多的还是同情，毕竟一个花季少女活不了多长时间，谁都会忍不住感到惋惜。很可惜的是，她也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了，他可以问问他的导师，他记得他的导师可是认识不少心脏方面的专家。但江心不知道的是，之前陆思思的家人便带着他前往京市看病，但得出的结论便是，哪怕换一颗心脏都很难治愈。对了，待会我送你回家吧。说着你便起身开始给江心干活，而陆思思也想起身帮忙，却被江心按住。你好好休息就行，这点活累不着你小男友。见江心称你是他的小男友，陆思思的小脸瞬间变得通红，宛如一颗熟透的苹果，但她的内心还是感到丝丝甜蜜。就这样，陆思思躺在床上，全程都将目光放在你的身上。之前作为你的同学，她从来都是只能偷偷的在不经意的瞬间看上两眼，现在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着你。陆思思轻轻的捂住自己的胸口，感受着心脏那有些不规律的跳动。这一刻的心脏是独属于你，为你而跳动。干完活的你，额头也渗出些许细腻的汗珠。陆思思也十分细心的掏出自己的纸巾为你擦拭。这一幕直接看得江心浑身一颤。好家伙，当着他这个笑意的面秀恩爱，那我就先走了，明天再过来帮忙。再见江医生，谢谢你江医生。看着面前的两人，江心也是连连摆手，赶紧走吧，路上注意安全。一直到两人离去，江心才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陆思思的做法到底是对是错，这些都不是他一个外人可以评判的。哎，搞得我都想谈个恋爱玩玩了。江心摆了摆手，他从小到大都是学霸级别的存在，哪怕没有江家千金这层身份的存在，他依旧是天之骄子。面对追求他的人，他从来都是拒绝，毕竟恋爱什么的太耗费心神，会成为他前进的绊脚石。于是乎，他也是没谈过一次恋爱，连一个暧昧对象都没有。但今天发生的事，倒是让他对爱情有所改观。要是能不掺杂其他利益的恋爱，倒也不错。可惜了，江家大小姐这层身份的存在，就已经切断了江心的幻想。利益错综复杂的牵扯，这便是他所不能避免的。在利益之中寻找真心，与垃圾堆寻找黄金有何不同？就算找到了，也早已被侵蚀。此时走在路上的两人都没再好意思牵手，还是陆思思先开口说话。楚河哥哥，我可以每天都跟你一起回家吗？当然可以。你笑着揉了揉陆思思的脑袋。说实话，他现在依旧只是把陆思思当做妹妹看待，他现在真的无法接受任何感情。那周末可以一起约会吗？陆思思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自己会如此大胆，耳朵更是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就在这时，一辆保时捷停在你身边，随着车窗缓缓落下，三姐楚江那戴着墨镜的脸庞出现在你的面前。楚河，上来谈谈。顿时你眉头微皱，他记得他之前与楚江说话，楚江从来都是无视，今天为什么要来找他？没空。你直截了当地拉住陆思思，便向前快步走去。陆思思感受着手上的温度，顿时小脸一红。楚河居然主动牵他的手了，好害羞好害羞。而楚江也没想到你居然直接拒绝他的邀请，连忙开车跟上。等等，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楚江没好气的透过车窗对着你说道，随即更是一个油门把车堵在你面前。楚河，我只是想跟你谈谈，难道你连姐姐的话都不听了吗？楚江下车来到你面前，他这个弟弟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看着面前的楚江，你叹息了一声，终究还是没说什么。等我先把思思送回家再说。可以，上车吧。楚江看着你身旁的陆思思，也并没有说什么，不用了。于是你跟陆思思在前面走，楚江开车在后面慢慢跟着。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看着面前这有些诡异的一幕。楚河哥哥，她真的是你姐姐吗？陆思思有些紧张的握紧小手，她记得你好像是孤儿来着，之前是，现在不是了。你淡淡的说道，她并不想刻意对陆思思隐瞒什么，让我陪着楚河哥哥吧。陆思思转身认真的看着你，少女的心思细腻，怎么会看不出现状？你笑了笑，前面就是陆思思的家了，轻轻的将少女小脑袋上的落叶摘掉。快回去吧。陆思思还想说些什么，你却已经转身离去，她也只好默默的站在原地，一直等到你的身影再也看不见。此时的你坐在车内，她现在也不知道楚江来找她做什么。你小女友，你大大方方的承认，既然她答应陆思思，那就没必要隐瞒什么。楚江见你就这么承认，倒是对你有所改观，还算是个男人。不多时，华贵的保时捷便带着你来到一家餐厅。您好，几位？有预定吗？两位，之前订的包厢，跟随逝者的带领，两人来到楚江之前订下的包厢，等逝者离开。楚江开门见山的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接着便摆在你面前。你看了一眼，想着这怎么这么像豪门狗血剧的发展？这里是200万，拿上它，不要再纠缠楚家了。此话一出，你居然没有产生任何情绪，还在想着居然被他猜对了，还真的是豪门狗血剧的发展。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这些钱足够你改善现在的生活。既然你选择离开楚家，就不要再妄想回来，也不要妄想其他的东西。随即楚江的画风变得凌厉起来，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拿上钱，消失在我们面前，要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对于这个亲弟弟，在他心里是完全比不上楚明的。毕竟楚明当年可是救了他的命，他认为你之所以愿意离开楚家，一定在谋取更大的东西。可当他再次看向你的时候，你居然在不紧不慢的喝着茶。楚江见你不为所动的模样，内心更是充满了鄙夷。怎么200万都喂不饱你？那你说一个数，我满足你。真是头喂不饱的白眼狼。要不是楚家，他还是个孤儿呢。楚家愿意把他这个野孩子接回来，他就应该感恩戴德。那就1个亿吧。你淡淡的出声说道。1个亿？你疯了吗？楚江直接拍而起，怒气冲冲的瞪着眼前的你，他就知道你是贪图楚家的财产。1个亿，他可真敢说。对啊，我就是疯了，不给我1个亿，我就天天缠着你们。哈哈哈哈！见你眉眼含笑的模样，楚江就知道自己被耍了。很好，楚河，你不要后悔。说完，楚江便要将手中的水泼向你，却被你一把夺了过去，接着直接反泼回去。
楚河，你！楚江感受着脸颊不断滴落的水珠，他怎么样没想到你居然敢泼他？要知道之前你见到他，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惹他不开心。可即使这样，楚江依旧不愿意理他。现在你居然敢拿水泼他，你什么你？你也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什么要为这种人付出真心？有病就去找医生，别来找我好吗？还有，到现在我都没有去找过你们楚家人一次，反而是你们楚家人一直来骚扰我。不过随你怎么想，不要再来烦我，明白了吗？说完，你便直接起身离去，没再给楚江一个眼神。来到大街上，随着夜幕落下，周围路灯那昏黄的灯光也打在你的身上。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事，你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确实没想到，当年救下的女孩居然是陆思思。不过他好像还救过一个人来着，只是时间有些久远，他也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好像有人叫他思思来着。哎。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这辈子只想离楚家远一点。每当看到那些楚家人的面孔，他就会想起被烈火侵蚀的痛楚。第二天，你照例去医务室帮忙，只不过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人。虽然陆思思总是想要帮你干些什么，但都被你给拦住了。思思你怎么这么可爱啊？江心有些无奈的捏了捏陆思思的小脸。哪天你被楚河给卖了，你还要帮他数钱是吧？此话一出，陆思思连忙摆手为你解释，楚河哥哥不会这么做的。而一旁的你也有些无奈，江医生，我就那么像坏人吗？就在这时，医务室的大门再次被推开，江小姐，之前来过一次的刘宇居然再次出现在这里。刘宇一上来便再次递上一朵玫瑰，他相信只要他坚持，就一定能打动江心的心，到时候他不仅能抱得美人归，还能借助江心背后的江家，让刘家更上一层楼。那么刘家家主的位置也一定会是他的。就在刘宇沉浸在自己的幻想时，江心这次却是直接把他的花扔进垃圾桶里。刘宇之前没有和你挑明，是看在同学一场，不想让你我之间太尴尬，但你现在让我很困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江心的脸色也在这时彻底阴沉下来。他为人和善，不代表他没有脾气。此话一出，刘宇的脸上也是青一阵白一阵，捡起垃圾桶中的花便悻悻离去。正当江心以为刘宇已经要放弃的时候，门外却再次响起刘宇的声音：江小姐，我是不会放弃的，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爱上我。当江心冲出去的时候，刘宇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他可不傻，这个时候面对江心，不就是找骂吗？反正他已经在海市找了一份工作，来日方长，总有一天江心会属于他。回到医务室的江心也是不由自主地揉了揉眉心，他也没想到这个刘宇会这么难缠。江姐姐，你没事吧？陆思思连忙把江心扶到床上，一脸担忧地看着江心。没事，就是被气到了。他在想，到底怎么办才能让这个刘宇彻底死心？别以为他不知道，刘宇看上可不仅仅是他，更是他身后的江家。突然，江心像是想到了什么，拉住陆思思的小手，眼神之中满是恳求：思思，能不能借你的小男友用一下啊？就连一旁正在打扫卫生的你都被吓了一跳，更别说陆思思了，关他什么事？怎么还能扯上他？思思，你别误会，我对你小男友没别的意思。看着陆思思带着些许怀疑的眼神，江心连忙摆手解释道。听到这，陆思思才稍稍安心。其实她是真的害怕江心会跟他争，在她眼里，江心不仅仅长得那么好看，还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他不但有心脏病，还用他的病胁迫你。想到这，陆思思的头又低了下去。或许江心才是你的良配。这个心思敏感的小姑娘又开始胡思乱想了。见陆思思低下头，江心更加着急了。她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思思姐姐只是想让你帮我把那个刘宇赶走，真的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当然我不喜欢弟弟。今年江心都24了，跟楚河差6岁呢，他可不喜欢吃嫩草，这会让他产生负罪感的。那你问问楚河哥哥吧。陆思思有些紧张地看着不远处的你，她害怕他私自为你做决定，你会讨厌他我。陆思思又对上江心那恳求的眼神，也只好点了点头，答应下来。嘿嘿，谢谢你思思。江心直接一把抱住陆思思，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下。江心把自己的计划简短的说给两人听后，陆思思与你相视一眼，也都点了点头。之前江心帮过你，你也不好拒绝。思思，你要是不放心，就跟着一起来吧，正好宴会上会有很多好吃的，到时候你就负责吃啊。这好吗？放心吧，你姐姐我这点实力还是有的。江心拍着胸脯对陆思思保证，这场宴会本来就是金氏与海氏的商业晚会，作为金氏江家的代言人，他要是连多带几个人的权利都没有，那才真是白混了。但你忘了，既然是两氏的商业晚，楚家人作为海氏商业翘楚，自然会出席。天色稍暗，你把陆思思送到他家的小区门口，便准备转头离去。可下一秒，你就感受到一个温暖的怀抱。过了好一会，陆思思才红着小脸缓缓松开你。昨天我说约会是吗？当然可以，要不就这个周末吧。你微微一笑，自然没有忘记昨天陆思思所说的话。你明白，陆思思是想体验约会的感觉，不想留下遗憾罢了。你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楚河哥哥再见。陆思思笑着离去，只是在转身的瞬间，眼泪还是止不住的落下。他是多么想就这么永远的生活下去，可是那微微作痛的心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楚河哥哥，对不起。陆思思死死地握紧自己的小手，他不能让你看到他哭泣的一面，他要坚强，要坚强。刚来到孤儿院门口，准备开门的你便看到一个人影站在大门边上。楚小姐，你怎么在这？见来人是楚姿，你表示真的头疼，怎么阴魂不散了？小何，能请姐姐进去坐坐吗？楚姿看上去有些憔悴，整个人也显得局促不安，好像生怕你拒绝一样。但确实如他所料，你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拒绝。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讲清楚。谁知楚姿居然再次掏出之前被你扔掉的木偶。小何，跟姐姐回家好吗？我会跟爸妈以及大姐解释的。他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之前对待你有多过分。解释？你怎么解释？你这次倒是饶有兴味地看着楚姿，解释你只是一时冲动才断绝关系的。我相信爸妈不会。可楚姿话还没说完，便被你打断。那我偷楚皇首饰，你怎么跟他解释？此话一出，楚姿顿时被噎住。你看着楚姿的眼睛继续说道，那我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怎么跟他们解释？我要找人打楚离，你怎么跟他们解释？说吧，你怎么解释？你倒要看看楚姿会说什么。其实你一直认为这些就是我做的，对不对？你没有什么顾忌，就这么明着说。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证据是你做的，但仅凭楚离那3言2语便给你判了死罪。你但凡解释一下，便是你没有悔过之心。哦对了，之前被烧死那次关禁闭是因为什么来着？好像是楚离说你跟小太妹早恋来着，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那一家人也真是可笑，啥都不知道就给你定了罪，仅凭的是一张你与那小太妹的合影，可你根本不认识那个人，更别说早恋了。而你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那场火灾之中。还有，楚姿当时好像都没有想起你这个被关注的亲弟弟吧。
小何，就当姐姐求你了，你就服个软不行吗？楚子的眼睛满是血丝，他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服软。只要你肯服软，不就可以回到楚家，不用再住在这破旧的孤儿院里了吗？服软？你当场笑出声来，哈哈哈哈！楚子，我服的软还少吗？你们说我是野孩子，说我不懂规矩，说我没个人样，我说什么了？可是这一切不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你们，我怎么会当了16年的孤儿？现在倒好，全成了我的不是。你之前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在你眼里，亲情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可你的服软换来的是什么？偏心与成见。楚母刘如嘴上说着一视同仁，可她是怎么做的？害怕杨子认为他们不要她了，就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他们一起出去旅游，这他妈叫什么狗屁一视同仁？对不起。楚子愣愣地看着手中的木偶，没再说什么。离去的背影满是落寞，看着楚子离去，你这才松了一口气。明天就是周末了，你也在筹划该带陆思思去哪里约会。不过你对约会什么的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要不去问问小若里。林若里跟陆思思年纪差不多，都是高中生，也都是女孩子，说干就干。于是乎，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大概也能猜到。你刚回到孤儿院，跟林若里说了这件事，便被这小妮子直接打了出去。滚呐！随着砰的一声，房门被狠狠地关上，碰了一鼻子灰的你，站在门口抱着刚刚被林若里砸出来的枕头。这小妮子怎么了？是不是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一想到这，你就有些着急的再次敲门。若里，你开门，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可你不说还好，一说林若里就更加生气了，一把推开房门，把你都给吓了一跳。看着林若里那红红的眼眶，你刚想说什么，手中的枕头便被这小妮子抢了去，接着又是砰的一声，房门再次被关闭。这次任凭你怎么敲门，林若里都没有再理会过。林若里缩在自己的小床上，紧紧地抱着手里的枕头，死死地咬紧嘴角，可泪水还是不争气地从眼角滑落。不是说好了要一直在一起的吗？为什么要抛下他？他是刚上小学才被送到孤儿院的，也是那一年，他的父母因为一场车祸双双离去，家里那些所谓的亲戚见他只是个小屁孩，在把他家的财产霸占后，就直接把他一个人扔进孤儿院。那时候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身边的所有人都变了，爸爸妈妈再也没出现过，只有孤儿院的院长。那时候的他是多么惶恐与不安。那些同学在知道他是个孤儿后，也都纷纷嘲笑与欺辱他。女孩们嫉妒他长得漂亮，就拿起剪刀把他的一头秀发剪烂。孩子之间的恶意并不比大人小，甚至更甚。这些我相信每个人都体会过。那时候是你站出来把他护在怀里，以同样的方式把那些坏孩子的头发剪烂。那些人甚至还要报警抓你，可你也是未成年，更何况也是那些人先动的手。警察也只能批评教育一番后不了了之。从那以后，整个学校都知道林若里不是孤儿，他有个超厉害的哥哥，超厉害。那时候他就问过你，问他们两个能不能永远在一起。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是多么的安心。可就在不久之前，你便离开过一次，那是你的家人找上门来。原来你是有家人的，但他没有生气，反而他为你感到高兴，高兴你终于不是个孤儿了。可他也为自己的难过，难过他失去了哥哥，他再次成为孤儿。当你再次回来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高兴。可为什么这么快又再次违背他们之间的诺言，再次将他一个人抛下？骗子，楚河你个大骗子！林若里将头埋进枕头里，眼角的泪水很快便将枕头的一角打湿。为什么要骗我？突然，林若里像是想到什么，也像是下定某种决心，接着便站起身，随手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整理一番有些缭乱的秀发，来到房门前，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你就在门外，再次打开房门。林若里的眼角带着笑，楚河，要不你带我一起去吧，我亲自给你指导怎么样？这好。不许拒绝！好，你也是生怕再惹林若里这小妮子不高兴。但你和陆思思约会，这小妮子在边上会不会有些尴尬？放心吧，我就跟在你们后面，不会打扰你们。似乎是看出你的为难，林若里出声道：“他倒要看看那个狐狸精是谁。”也行，但你还是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陆思思。要是陆思思不愿意的话，你再跟这小妮子谈谈。哼。多少人求着我帮忙，我都不赖搭理。说完，林若里便再次将房门关上。他将身子贴紧房门，手中紧紧地握住脖颈间的吊坠，这是他母亲唯一留下来的遗物，当年被小混混抢走，也是你为他追回来的。楚河哥哥，不要离开我！少女的眼底闪过一丝落寞。第二天放学后，你便将林若里要一起来的事告诉了陆思思。陆思思倒是十分大方，没关系的，我不在意这些，你能告诉他这些，就代表你问心无愧，同时也是将她当做女朋友来尊重，这也让陆思思有些开心。那行，回去我跟那小妮子说，就明天上午好吗？我在你家小区门口等你。简单的确定好时间地点后，两人便再次分开。当你回到孤儿院时，一道人影向着你冲来，接着扬起手掌对着你的脸便是一巴掌。你对小子做了什么？楚皇的眼神之中满是对你的怨毒。从昨天开始，楚子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到现在已经1天1夜了。而且他之前来找过你，肯定是你对他做了什么事，才让楚子变成那副模样。可就在那巴掌即将落在你脸上的瞬间，却被你直接拦住，接着猛地一推。而楚皇也没想到你会还手，猝不及防下也是连连后退，还差点被一块碎石绊倒。我特么真是服了，你们一个两个都脑子有问题是吧？他怎么样？关我什么事？你真的要被气笑了。这一家人还是那么喜欢冤枉人。昨天晚上小子见过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楚皇咬牙切齿地看着面前的你，他之前就知道你的人品差，喜欢偷东西，但他也没说什么。没想到现在你居然对自己的二姐下手，那你说说，我把楚子怎么了？你明白，不能陷入自证的套路。之前你被冤枉的时候，就会拼命证明你没有错，可有什么用呢？他们在心里就已经认定了事实，又怎么会听你的？我说不出来就他喵滚蛋！说完，你便要把大门关上。而楚皇也是一时着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么。等等，你跟我回去解释清楚，要不然我让这孤儿院开不下去。我说到做到。此话一出，你刚准备关门的手也慢了半拍。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你虽然预料到楚家人会拿孤儿院威胁你，没想到这么快就成真了。楚河，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确实，楚家在海市绝对算得上庞然大物，想要搞垮一家孤儿院，简直是轻而易举。你自然是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连累孤儿院，那还算什么男人？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企业家楚皇小姐也会拿孤儿院这10几个孩子来威胁别人，真是好样的。我没有。楚皇这时也意识到他自己说的话不对，但既然已经说出来，那便不能收回去，只能一条路走到底。全都是因为你楚河，你要是乖乖跟我回家解释，我会拿孤儿院做文章吗？又来了，反正都是你的错，跟他是一点关系没有。乖。我以前不乖吗？之前你一句话，我就在门外跪了1夜，当时还下着大雨，我不乖吗？我的好大姐，
那也是因为你偷东西，我想让你尝尝记性。楚皇也顾不上其他的，抓住你便往车里塞。要不是你偷东西，我怎么会罚你？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那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就是我偷的？在你床底下发现的，不是你是谁？你坐在后面冷哼一声，是不是只要出现在我床底的东西，就都是我偷的？楚皇一时间哑口无言，只能沉默地开着车。也对，你脑子不好，想不起来我根本没有你房间的钥匙。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也只好摆了摆手，无所谓了，管他们怎么想去，你脑子才。突然，楚皇这时才想起来，你确实没有他房间的钥匙，因为他房间有些楚家的商业文件，所以都是随时上锁的。但整个楚家只有他才有钥匙才对。就在这时，楚皇突然想起来，楚离好像向他要过一次钥匙，他说他帮父亲取一个东西，但也就那一次，拿完就还给他了。不可能，楚离怎么会？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别，千万别查，到时候查出什么又要来烦我。早知道就不说这些了，到时候又要来打扰你，那还不得给你烦死。这时，楚家大门也逐渐出现在你面前，看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大门，你的头又开始疼起来。没想到还会有回来的一天。